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老话，就是富不过三代？听过，太常听说了。或者身边总有人念叨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就是拼了，不想让孩子再吃我当年那个苦。”是，这种想法很普遍。听着都挺有道理的，对吧？但你看啊，有些数据，还挺惊人的。全球来看，大概70%的富裕家庭，那个财富传到第二代就少很多了。缩水很厉害。然后到了第三代，说是90%，基本上就又回到原点了。没错，就是常说的从衬衫袖子到衬衫袖子。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想深入聊聊，为什么这个财富它就这么难守住呢？这背后到底有啥规律？我们这次啊专门看了一篇文章，它里面就挺详细的分析了财富在代际传承里头它经历的几个典型阶段和原因。对，咱们这次就是想一块梳理梳理这个财富从积累到它可能怎么就消失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试着从中找找规律，看看有什么方法。其实啊，我觉得这不光是对有钱人，对咱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启发。没错，因为你理解了财富后面这个逻辑，不管你现在积累了多少，都能帮你或者帮你的家庭把辛苦挣来的东西守得更久一点。对，咱们今天就用大白话，还有一些真实的故事，争取把这事儿聊透。好嘞，那咱们就从头开始，从源头聊起。第一阶段就是财富的诞生期。第一代。对，第一代。那些白手起家的，他们到底怎么成功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聪明、运气好、胆子大。对，表面看是这样。但是呢，咱们看那个资料，他就指出，最根本的那个驱动力，往往是，经历过真正的穷，那种就是怕穷怕到骨子里的那种恐惧。这个是燃料。对，是他们的燃料。比如啊，资料里有那么个例子，说一位叔叔早在就是个农民工。有一次他孩子生病住院，急等着押金，他身上钱不够，急得，当时说是在医院给人都跪下了。想借钱，最后还是他们工头就是预支了工资，才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这真是刺激太大了。可不是嘛？就这件事儿彻底改变了他，他就发誓说再也不能因为没钱让家里人受这种委屈了。一个转折点。对，后来他就去开了个五金店，那真是，哎呀，玩命干，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晚上干到12点。太拼了。有次腿受伤了，缝了好几针，还拄着个拐杖去店里对账，就怕出一点错。他自己说，一想到万一这个店要是黄了，家里再有个急事儿可怎么办，他就根本不敢停。那种压力。就这么干了10几年，小店最后做成了连锁。所以你看，驱动他的可能与其说是发财梦，不如说是那个脱贫的决心。你说这个怕穷的心态，其实可以用经济学里那个损失厌恶偏差来解释。哦，怎么说？就是说啊，你丢掉1块钱，那个难受劲儿，要比你得到10块钱那个高兴劲儿，大得多。这个有体会。对，特别是经历过那种就是极度匮乏的人，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这就让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小心，就怕亏，怕风险。对自己呢，也特别说难听点就是空门。哈哈，是。很多成功的初代企业家，你去看他们的背景都有点类似。比如那个洛克菲勒，小时候家里也很穷，打拼出来的。对对。这里头啊，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种经历，它塑造了他们一种特别谨慎的财富观。很多人以为第一代创业者都是赌徒，爱冒险。对，都这么觉得。但资料说啊，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特别稳。对，稳扎稳打。因为他们知道手里这点钱是保命钱，不能随便便拿去赌一把。哎，这确实是这样。就刚才说那个五金店叔叔，后来生意做起来了，有人拉他说合伙开个 KTV， 那个回报率看着很高。诱惑。他去看了几次，最后还是给拒了。别人就笑他说他胆子小。他说那个生意我不懂啊，万一亏了，我拿什么保证家里人生活？这就是典型的第一代思维。对，安全第一，一步一个脚印，先活下来，再想发展。赚了钱优先得存起来一部分，做那个储备。安全垫。对，剩下的才考虑说，再开个分店什么的。他们不太在乎那个表面光鲜。据说那位叔叔现在还穿那种几十块钱的帆布鞋呢。他们对资产的理解也更偏重于抗风险这个功能。怎么说？
比如洛克菲勒，他收藏那么多艺术品，主要目的其实不是说他个人多喜欢，而是他觉得在动荡的时候，好的艺术品比钱本身更能保值。哎，是这个考虑。还有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二战的时候冒着那么大风险去保护他们那些艺术品，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实物资产比货币更能扛事。硬通货。对，他们看重的是能穿越周期的东西，不是说一时的排场浮华。有道理。哎，还有一个点，资料里管它叫隐形资产。隐形资产？对，就是那个对贫穷的记忆啊，这个确实是资产。这种记忆，它能带来一种特别强大的自律。有个例子说，一个做服装批发的身家早就过亿了，但他每天晚上还得自己去核对那些几块钱的小账。哇，还这样？因为他早年刚开始干的时候，就因为算错了一笔，好像是200块钱吧，差点整个店都关门了。嚯，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对，记一辈子。没错，这种从痛苦经历里来的记忆，它就像一道心理上的防火墙，能帮他们抵御那些高回报的诱惑，也能让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但是问题也在这儿。什么问题？就是这种痛感，它很难通过语言或者讲故事就100%的传给下一代。哎，是这个道理。你说不天儿，他没经历过。对，这就给财富纯虫的第2阶段埋下了一个隐患。是啊，这就很自然的，咱们就过渡到第2阶段了，财富的安逸期。第2代。对，第1代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到了第2代手里，这情况就开始有点复杂了。就像那句老话说的，没挨过饿，不知道粮食金贵。对，第2代通常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对钱的感觉跟父辈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资料里就举了个例子，一个建材老板的儿子，他爸白手起家，攒了不少家底。儿子接班以后呢，就急着想改革，想证明自己，他就把那些懂业务、跟客户关系很好的老员工给换掉了，觉得他们观念太旧。哎呀，然后呢，把库里那些虽然普通但是卖得挺好的货低价给处理了，说哎，咱们要做高端产品。想当然了。结果呢，可想而知嘛，老客户觉得哎，人不熟了，货也没了，就流失了。清库存亏了一笔钱，那个所谓的高端产品呢，定位也不准，卖不动，也砸手里了。就短短2年，公司资产据说就少了1半，这代价太大了。他爸特别痛心，但其实你想想根源，就是这个儿子，他从来没见过他爸当年创业有多难，什么被城管追啊，陪客户喝酒喝到吐啊，半夜为了周转资金愁得哭啊。他看到的只是结果。对，他看到的只是家里有钱。在他脑子里，钱可能更像一个抽象的数字，或者说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暴露了第2代常见的2个认识上的陷阱。你说说。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这个财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无限的资源。花不完。对，这就导致什么呢？消费大手大脚，甚至可能沾上赌博啊什么的坏习惯，或者呢，就是听风就是雨，轻易就去投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项目。瞎投资。第2个陷阱呢，就是容易低估做生意的复杂性和风险，觉得父辈成功，哎，不就是赶上好时候了吗？运气好。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自己做决策的时候就容易很轻率，觉得我上我也行，甚至我比他强。历史上那个范德比尔特家族就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那个铁路大王。对，第1代科尼迪尔斯白手起家，建了那么大的商业帝国。他儿子第2代威廉就觉得他爸那套太土了，就开始追求奢华生活，花了巨额的钱去建各种豪宅。那个装修费换算到现在都是几亿美金级别的。哇！然后到了第3代呢，就更是变本加厉的挥霍，加上投资老是失败，结果曾经那么富有的一个家族，不到100年就迅速衰落了，变成普通家庭了。真是让人唏嘘啊！资料里还专门指出了第2代面临的3种常见的风险。第一个就是过度自信。刚才提到了，就是成长环境太顺了嘛，可能让他们自我感觉特别好，总觉得自己比父辈强，比别人都懂，就算没经验也敢做一些重大的决策。比如有个例子，一个富2代接手了家里的服装厂，
啥也不懂，就看人家搞网红产品赚钱，他也跟着做，盲目跟风。结果呢，被那些网红啊、MCN 机构啊坑了不少钱，最后还积压了几十万件衣服在仓库里，交学费了。代价不小。第二个风险呢，叫特权意识，这个也好理解，就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该享受最好的，花钱没有节制，比如每个月零花钱几十万，买名牌包包眼睛都不眨，吃饭必须是米其林，甚至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比如就因为员工给他递烟慢了点就把人给开除了，结果还引起了工人的集体抗议，就是完全没有对规则、对别人的尊重。对，缺乏敬畏心。对，第三个风险呢是身份困惑，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可能很难从自己做成的事情里获得价值感，所以就转而通过花钱、通过炫耀来证明自己，来找认同感。比如明明不懂医术，非要去买个名画挂着，自己不怎么会开车，却买10几辆豪车放车库里，用消费来定义自己。对，这种建立在钱上面的身份认同其实特别脆弱，一旦这个财富基础没了或者晃动了，人就特别容易垮掉。这倒是。不过啊，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说第二代都不行。对，肯定有成功的。确实有不少第二代不仅守住了家业，甚至还把它发扬光大了。那关键在哪儿呢？在哪儿啊？资料分析认为啊，最重要的不是天生的聪明，而是后天的引导和教育。他对子女的培养就特别务实，特别接地气。听说过。孩子们从小就得干活儿，送报纸啊，整理仓库啊什么的，零花钱给的跟普通孩子差不多。上大学，学费也得自己打工就挣一部分。后来进家族企业，那也必须从最基层干起，理货、收银都得做，体验一遍。对，还有个小故事挺有意思，说他儿子有一次想买辆豪车，山姆没直接拒绝，也没直接给钱。那怎么办？他提了个条件，你先把咱们超市的利润率给我提升1个百分点。哇，这个要求不低啊。是呀，他儿子后来就真的去琢磨怎么优化进货呀，怎么减少浪费啊，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还真把这个目标给达成了。厉害。这个过程就让他自己切身体会到了，钱是要靠脑子、靠辛苦去赚来的，不是张嘴要来的。这个教育方式好。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很早就搞了那个家族办公室。对，这就像一个家族内部的财富管理和教育中心，系统地培养后代。具体怎么做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学记账，到了18岁就给他们一小笔钱，让他们自己去管理，投项目什么的，赚了亏了都自己负责。实战演练。对，还定期开那个家族财富会议，大家一起讨论投资啊，怎么做慈善啊这些事儿。这其实就是在系统地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管理能力。所以你看，把这些成功的例子放在一起看，就能发现成功的家族传承那个核心是在于传能力和责任，而不光是传资产。能力和责任。对，能力是内在的，它是可以再生财富的。你没本事，给你金山银山也可能败光；你有本事，就算暂时没钱，也能东山再起。说的太对了。这么说起来，第二代能不能守住，很大程度上就看第一代是怎么传、怎么教的。没错。那如果这第二代要是没被教对，或者自己没学好，那到了第3代，那风险就更大了。对，这就到了咱们说的第3阶段，财富的衰败期。富不过3代的魔咒，往往就应验在这儿了。是，第3代的问题在哪儿呢？往往是他们不光没吃过苦，可能连爷爷辈儿怎么奋斗的故事都，听不进去了，觉得那是老黄历了。对，觉得那些财富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天经地义就有的。资料里提到了那个沃尔沃斯家族。那个开5分钱商店的。对，第1代弗兰克靠这个模式起家，当年在全球开了1000多家分店，非常厉害。商业奇才。但是到了第3代，他的那些孙子孙女儿大多就不务正业了。怎么说？有的就沉迷赌博，据说一夜就能输掉几十万美金。代价啊！有的呢喜欢玩飞机，买了10几架私人飞机，结果飞机老出事儿，还得赔钱。还有的呢就胡乱去投资房地产，根本不懂市场，最后低价抛售，亏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经营的概念了。是啊，结果呢，
那么大的家业，在他们手里几十年就迅速瓦解了。最后一家沃尔沃斯商店倒闭的时候，据说都没有哪个后代愿意去接手。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开那种小店太丢人了。哎，真是忘本了。这里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三代可能对于财富是怎么来的，以及怎么去守护它，完全没有概念了。他们可能觉得爷爷奶奶讲的那些奋斗故事，哎呀，太老套了，甚至是吹牛。觉得父辈那些做生意的诚信原则也过时了，跟不上时代了。对他们来说，财富的意义可能就简化成了一个字——花，就是消费。对，他们不知道赚100万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可能觉得随便投个项目就有了，也不知道亏掉100万意味着什么，可能觉得就是少买几辆跑车而已。更不理解财富是需要打理、需要维护的，以为钱放银行就能自己变多。这个想法太危险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多了。对，家族规模扩大了。到了第三代，家族成员通常比第二代多不少吧？那肯定的。那同样的家产分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就少了？对，稀释了。你想想，就算第一代留了1000万，到第二代如果有2个孩子，每人500万，到第三代如果每家再生2个，那就变成每人250万了。这还没算上他们可能的挥霍，还有通货膨胀呢。这么一算，确实是。人多了，钱相对少了，那矛盾就容易出来了。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不像第一代和第二代那样有共同奋斗、一起吃苦的经历和感情，维系他们关系的主要就是血缘了。对，那在分钱分家产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争谁是长子啊，谁能力强啊，谁家更困难，应该多拿点啊。各种理由。对，互相抱怨分配不公，甚至指责对方转移资产什么的。有些家族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打官司，内耗。没错，比如那个做麦片的波斯特家族，第3代就是因为争遗产打得不可开交，官司打了好多年，最后把家产都耗得差不多了。那个家族企业最后也垮了，被外人给收购了。真是可惜。这确实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点。当一个家族它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一起奋斗的记忆时，财富不仅很难凝聚人心，反而可能变成一个分裂的导火索。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财富经历了一个形态上的转变。什么转变？从能生钱的资产，比如公司股份呐、收租的房产啊，变成了只能花的现金。因为后代他不懂经营嘛，那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资产卖掉，换成钱来消费。把鸡杀了吃肉。对，就是这个意思。把那个会下蛋的金鸡给杀了吃肉，等肉吃完了，那自然就又回到最初的衬衫袖子状态了，这个循环就闭合了。听您这么一说，感觉这个3代魔咒好像真的挺难破的。确实不容易。不过呢，咱们看的那个资料最后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说关键其实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有没有方法。对，方法很重要。就算咱们普通家庭，只要方法用对了，也能让家里的日子，让那份积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文章里就提了3个关键的方法。咱们来听听。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重在传能力，而不是直接给资产。传能力。对，就是要想办法教会孩子怎么去创造财富，怎么去管理财富，这比你直接留给他们多少钱要重要的多。为什么呢？因为能力是他们将来安身立命的根本呐，是就算遇到挫折也能重新站起来的那个资本。有道理。那具体怎么教呢？总不能天天上课吧？哈哈哈，不是靠上课，关键是言传身教，还有就是让他们亲身体验。怎么体验？比如说吧，如果家里是开店做生意的，那就可以让孩子放学放假的时候来店里帮忙。让他看看真实的买卖是怎么做的，怎么跟顾客打交道，怎么处理问题。进货的时候带上他，让他学学怎么选货，怎么砍价。对，在实践中学。
那如果是普通的工薪家庭呢，也可以呀。比如引导孩子参加家庭记账，让他知道家里的钱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花的。建立金钱观。对，还有让他参与一些家庭消费的决策，学着怎么合理的花钱。还可以通过做家务啊，或者学习成绩呀，来赚取一部分零花钱，让他体会到付出才有回报。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其实都特别重要。他们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孩子的那个财商。财商，对，就是理解金钱、管理金钱、创造价值的能力，还有伴随而来的那个责任感。这种内在的素质是比钱本身要宝贵的多的财富。说得好。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家族规矩。规矩，对，用规则来凝聚大家的共识，减少内耗。你看，很多家族最后走向分裂，往往就是因为没规矩或者规矩不明确，凡事都凭感觉、凭关系，最后就变成一笔糊涂账。确实是。那普通家庭也能定规矩吗？感觉好像有点太正式了。其实不一定非得很正式，普通家庭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约定。比如说，家里要买大件东西或者做比较大的开销，大家要一起商量商量。民主决策。对。再比如家里财产的传承，是不是可以考虑谁更愿意、有能力去维护它，而不一定非得是长子或者儿子。更看重责任。还有就是定个规矩，比如咱们家每周或者每月找个时间，大家聚一聚，聊聊天儿，有什么矛盾想法，当面说开，别憋在心里。对，沟通机制很重要。嗯，那对于财富规模比较大的家族来说呢，这个规则可能就需要更系统化一些了。比如可以考虑设立家族信托或者家族基金。这个听起来就专业了。对，就是把一部分钱拿出来，明确它的用途，比如只能用于教育啊、医疗啊，或者支持家族成员创业呀什么的。同时呢，要设定清晰的领取规则和监督机制，防止有人滥用或者挥霍。还可以让家族成员，特别是成年人，有序地参与到这个基金的管理中来，增加透明度。你看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能传那么多年，他们那些严格的家族规矩，比如内部通婚，必须由家族成员管理生意，强制性的金融学习等等，就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规矩的核心其实是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行为边界。他在不断地提醒大家，咱们是一家人，要一起把日子过好，而不是互相争抢。规矩是在保护整个家族的长远利益。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呢。那第三个方法呢？第三个方法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有温度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传递价值观。价值观。对，这个东西呢，比财富本身可能更持久。比如勤奋、诚信、责任感、懂得感恩，这些最核心的品质。你想，一个家族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些价值观。没错。就像资料里提到的曹德旺先生和他儿子曹辉。福耀玻璃。对，曹德旺传递给他儿子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句做事要对得起良心的价值观。所以你看，曹辉接手福耀之后，他依然坚守那个品质底线，就算成本更高，也不能偷工减料，因为这关系到安全，关系到别人的生命。是。这种对价值观的坚守，最终会为你赢得客户、员工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和尊重，这是钱买不来的。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怎么传递价值观呢？其实很简单，父母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教育。身教胜于言传。对，你每天努力工作，不怕辛苦，孩子看在眼里，他就会懂得生活要靠自己打拼，要自食其力。你对人诚实守信，说话算话，孩子就会学着正直。你平时友善待人，懂得感恩，乐于助人，孩子也会变得有爱心，懂得回馈。你遇到困难不退缩，想办法克服，孩子也会学着坚强。是的，这些品质就是孩子将来走上社会、立足于世的那个压舱石。说得好，压舱石。价值观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底气。拥有了好的品质，就算暂时没钱，遇到困难了，他也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和能力。就算将来有钱了，他也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财富冲昏头脑。这个才是真正能够穿越时间，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的遗产。
所以啊，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所谓的3代魔咒，它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它的根源其实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人的培养，在于价值观能不能有效地传递下去。对，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没错，财富传承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代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责任。第一代重在创富，靠的是吃苦挠劳；第二代呢，重在守富，同时要把能力传下去；第三代就要承担起传递责任和继续发展的使命。每一代做好自己的事儿。对，每一代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财富才有可能打破那个周期，实现可持续的传承。您总结得太好了。所以啊，听咱们聊到这儿，就算你现在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没什么物质财富能留给下一代，其实也完全不用灰心。对，从现在开始，就用心去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管理事务的能力，去塑造他们正直、勤奋、有责任感的品格。这其实就是在为你的家族积累最宝贵的财富。没错，真正的好日子不是光靠钱堆出来的，而是要靠一代比一代更有本事，一代比一代更有良心，这样共同去创造和守护的。说得特别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思考一下，讨论一下。就是如果你只能给你的后代留下一件东西，你会选择留下有形的财富，还是选择留下那种创造和管理财富的无形的智慧与品格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或者私下跟我们交流。